你敢相信吗？此时此刻，在我们脚下几千米的海洋深处，可能正游荡着一种完全颠覆生物学常识的人形怪物。它们不属于地表，甚至可能不属于地球。欢迎来到小哥睡前科普。今天这个故事得从18年前一桩惊悚至今的深海悬案说起。2008年，一个神秘的匿名网友在海外论坛上传了一段短短几秒的录像，瞬间引爆了全球互联网。画面拍摄于冰冷死寂的海面下，7800英尺，那是一个深约2300米被黑暗吞噬的世界。在惨白的探照灯光下，一个形似外星生物的巨型鱿鱼正死死盯着摄像机，它的肉鳍像翅膀一样在水中诡异地摆动。但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它的触角。正常鱿鱼的触手是软体的，对吧？但这个怪物的触手却在强光下折射出了清晰的90度的坚硬拐弯。那根本不是软体动物的组织，反而更像是人类或者某种灵长类动物的手肘和关节。这段录像到底是特效伪造，还是无意间窥探到了造物主的秘密？这个怪物究竟有多巨大？一时间，无数网友彻夜激辩，而全球顶尖的海洋生物学家们也面色凝重地展开了秘密调查。就在阴谋论四起的时候，官方入场了。不久后，位于墨西哥湾的壳牌石油公司迫于舆论压力，正式发出了一份震惊世界的声明，视频100%真实。它来源于他们旗下的佩迪多钻井平台。那是2007年11月11日的清晨，当重型钻探机深入2300米深的海底疯狂掘进时，这个外星访客毫无预兆地撞进了镜头。更恐怖的是，石油公司随后公布的完整照片显示，这个怪物的触角长度足足是它身体的20倍。根据深海光源的折射比例测算，它的总长度超过了20米。你可以试想一下，一栋6层楼高的未知生物正悬浮在连核潜艇都无法承受的极限水压中，而且它的躯干上隐约呈现出一张惨白的人脸轮廓，就像是一只活生生的监视之眼，正在冷冷地注视着人类对地球资源的掠夺。面对这个足以改写教科书的怪物，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了破解这个谜团，他们决定开启档案库，去揭开22年前另一桩更早也更骇人的深海巨兽目击案。那是2000年，日本的一支顶级科考队驾驶着深潜器来到了地球的伤疤马里亚纳海沟附近，一个边长足足有3米的巨型钢制深海鱼箱被缓缓沉入1600米的黑暗海底。起初，血腥味引来了几条2米多长的深海鲨鱼疯狂撕咬。然而就在一瞬间，这些海洋顶级的掠食者仿佛感知到了某种大恐怖，突然全部惊慌散逃。紧接着，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阴影撕裂了黑暗，它庞大的身躯掀起了漫天的海底泥沙，摄像机剧烈摇晃，屏幕瞬间被一片浑浊淹没。当泥沙缓缓平静，监视器前的生物学家们集体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是一只鲨鱼的正脸，但和它一对比，旁边3米长的钢制鱼箱简直像个玩具。经过后期的计算机像素级分析，这只鲨鱼的体长至少在18米以上。18米是什么概念？那是早已灭绝了100万年的史前霸主巨齿鲨的体型。有人说这可能是一只变异的太平洋睡鲨，可目前人类捕捉到最大的太平洋睡鲨也只有7米。即使是他们的北极近亲格陵兰睡鲨，在极寒世界里活了整整400-500年，顶天了也才勉强长到8米。那么在这片人类科技无法企及的绝对禁区里，到底是什么力量在违背自然规律的疯狂滋养着这些体型逆天的终极巨兽？为了合理解释这些足以颠覆生物学的神话现象，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终极假说——深海巨人症。其实早在人类的深潜技术能够探索海底之前，大海洋流就已经陆陆续续将一些怪胎的尸体冲上过海滩。比蟒蛇还长的黄带鱼，体型堪比小汽车的巨型蜘蛛蟹，甚至连原本只有米粒大小的钩虾，在深海都能长到人类手掌那么大。它们就像是服用了某种禁忌的生长激素，体型彻底碾压了生活在浅海的同类。这背后的原因，目前科学界存在着3个足以让你起一身鸡皮疙瘩的硬核理论。第一个理论叫做冰封禁律，深海的温度常年逼近冰点，根据生物学规律，哺乳动物和部分高阶生物为了在极寒中活下去，就必须被迫把体型变大。
因为体积越大，身体的表面积与体积的比值就越小，热量流失就越慢。这个现象在陆地上同样适用，生活在高寒地区的北方物种往往比热带同类的体型要高大得多。大是为了不被冻死，而第二个理论则更加残酷，叫做饥饿进化。在深海，食物的匮乏程度超乎你的想象，在这里，体型大就意味着能储存近乎无限的脂肪和能量。这里有一个极端的真实科学实验，一只从几千米深海被捕获的大王巨足虫，在被送进日本水族馆后，它在众目睽睽之下整整5年不吃不喝，直到5年后它才被彻底饿死。专家据此推测，深海的生存法则就是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为了熬过漫长到令人绝望的饥饿，深海动物们只能疯狂地把自己的身体撑大再撑大，变成一个完美的活体能量库。至于第3个理论，也是最具有科幻色彩，甚至隐隐指向史前地球真相的理论，它和深海中一种特殊的物理环境密不可分。去过西藏的朋友都知道，高原缺氧会让生物呼吸困难，体型受限。但史前地球可不是这样，在恐龙横行的侏罗纪，甚至更早的石炭纪，地球的含氧量高到恐怖，这才催生出了几十米长的巨型恐龙和一展接近1米的2栖巨蜻蜓。而在现代深海，由于恐怖的水压，海水中溶解的氧气量不降反升，在这里，生物不需要费力呼吸就能享受纯氧的滋养，体型自然开始失控。当低温、食物短缺、高含氧量这3大巨兽孵化要素凑齐后，科学界几乎同时把目光锁定了同一个终极坐标——南极。他们断言，南极海底绝对藏着同样的巨人症巨鲨。果不其然，2018年，一支顶级科研团队在南极深海再次拍到了那只神秘巨鲨。它甚至没把人类的深潜器放在眼里，轻而易举地吞掉了诱饵，像一座移动的黑色山脉一样从潜艇顶部缓缓划过。那一刻，神话里的海怪活生生地照进了现实。巨鲨悬案破了，那最开始那个震撼全球的外星人面鱿鱼呢？它是不是也是南极深海巨人症的产物？2015年，专家们锁定了一片靠近南极的未知海域，在咆哮的西风带里整整搜寻了2年，终于在2017年捕捉到了极其清晰的外星鱿鱼画面。但是当科学家们看到监视器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傻眼了。你敢相信这就是外星鱿鱼的真身吗？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吧。07年视频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那个神似人类手肘的90度机械感折角，在这个画面里居然消失了，连体型也缩水了好几倍。对此，主流科学界给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解释：17年拍到的其实只是这个物种的童年时期。它的学名叫巨鳍鱿鱼，是人类科技至今无法完全解锁的深海谜题。它们那些诡异的触手，像是一张张在海床上拖曳的幽灵网，用来收割浮游生物。直到今天，人类历史上和它命运般的相遇，一共也只有区7次。从1988年法国鹦鹉螺号在巴西海岸的惊鸿一瞥，到2021年人类拍到那段迄今为止最清晰的顶级高清录像。除了体型差异，它们那种空灵诡异的姿态和07年的外星鱿鱼如出一辙，而它那几乎可以无限延伸的恐怖体型，恰恰完美符合了深海巨人症的进化公式。你以为谜团到这里就真相大白了吗？并没有，在严谨的科学家眼里，假说终究只是假说。想要彻底坐实它，就必须深入那个被称为地表禁区的地方，寻找更多被大自然狂野放大的巨型造物。最近几年，无数疯狂的科学家告别了文明世界，义无反顾地奔向南极。2017年，有记者全程记录了这场赌上性命的极地科考。船队从世界尽头的火地岛出发，横渡了全球最危险的德雷克海峡。3天后，一片死寂的南极大陆横亘在眼前。你可能不知道，这片大洋被厚度高达4800米的恐怖冰盖死死压着，它凝聚了全球70%的淡水。如果它全部融化，全球海平面将瞬间暴涨60米，无数沿海巨型城市将沦为海底废墟。正是因为这股毁天灭地的重量，南极大陆的地壳硬生生地被压到下沉，从而形成了南极独一无二的超深海大陆架。在这里，断崖之外就是动辄4000米深的无底深渊。当深潜器开始无声下沉，水深15米，四周是散发着幽蓝微光的冰山巨网，凹陷的表面像是一颗颗怪异的星球。
这里的海水温度已经跌到了零下 1.8 度。为什么没有结冰？因为这里的海水含盐量高的离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深海防冻液，水深500米，水温零下 1.2 度。当深潜器的探照灯刺破绝对的黑暗，照亮南极大陆架海床的那一刻，所有的科学家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失语。在普通海域，500米深的无光海底只有一片死寂的泥沙，但南极的海底居然像是一座疯狂繁衍的外星森林。这里铺满了各种颠覆人类认知的原始动物，有散发着诡异橙光的软体珊瑚，有雌雄同体，一出生就残忍地把自己的脑子当零食吃掉的怪物海鞘，还有会像花朵一样在水里妖娆游泳的海百合。紧接着，海床上出现了一群粉红色的肉质生物海猪，它们用无数只触手在海底蠕动，非常有节奏地把泥沙往嘴里送。突然，探照灯锁定了一只静止不动的怪物，诡异地站在海床上一动不动。那正是大名鼎鼎的深海狗母鱼，它进化出整整3条长达身体3倍的骨质长腿，像一架稳固的三脚架一样稳稳钉在海底。它们站立时坚硬如铁，游动时又轻柔如丝。看到这里，你是不是突然联想到了什么？没错，前面外星鱿鱼那标志性的90度坚硬折角，是不是也是某种高度特化的深海生存技能？这个藏在基因里的秘密，正是目前全球科学家前仆后继想要解开的终极课题。而这些没有脚的透明冰鱼则更像科幻电影里的产物，它们的血液是完全透明的，因为这里的海水含氧量实在太高了，高到它们甚至进化掉了血红蛋白，只靠高压溶解就能把纯氧送遍全身。这一切反常的生态都在疯狂暗示，我们距离那个预言中的深海巨物只有一步之遥了。水深550米，变异的巨物开始批量出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直径40厘米的巨型海星，体型是普通浅海海星的整整4倍。紧接着，在深渊断崖的边缘，赫然耸立着一个高达1米的巨型海绵。要知道，我们在家里用的普通海绵，在自然界通常只有拳头大小。就在这时，专家在记者耳边说出了南极巨物爆发的第4大隐藏要素——岛屿巨型化。当年达尔文环球旅行时就发现，如果一个物种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独立进化，没有天敌，它们就会倾向于越长越大，比如科莫多巨蜥、加拉帕戈斯巨龟。而南极海域正是一个在1亿年前就被强劲的南极环流彻底孤立的进化孤岛。在它变成冰雪地狱之前，这里曾是一片水草丰茂的史前热带雨林。直到今天，科学家依然能从冰盖下方挖出巨型恐龙的骸骨。下潜仍在继续，650米纯粹的黑暗中，突然飘过了4条长达10米的暗色丝带。镜头猛地拉近，那是传说中来自地狱的触手——冥河水母。人类有史以来目击它的次数不超过120次。它那绸缎般丝滑的肢体在黑水中诡异地编织着一张死亡之网。但这依然不是终点。当深潜器决然下潜到700米的超深渊时，科学家缓缓伸出了机械臂，上面绑着一块散发着血腥味的南极犬牙鱼。这是为谁准备的诱饵？答案指向了那个在人类航海史上流传了上千年的终极噩梦——北海巨妖克拉肯。在古老的传说中，它是可以轻易用触手撕碎北欧战船，将水手拖入地狱的终极海怪。很长一段时间，理性的人类都认为这只是老水手酒后的胡言乱语。但随着深海大门的轰然打开，科学家们震惊地发现，北海巨妖的原型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就潜伏在我们的脚下。它就是大王乌贼。关于这个怪物的最著名的科学记录定格在1877年的加拿大。当时一条长达20米的巨型触手怪被冲上海滩，在那个没有相机的年代，只留下了一幅让人头皮发麻的现场手绘。而1873年，一位纽芬兰牧师甚至在自家浴缸里向世人展示了一条粗壮到反人类的巨型鱿鱼残肢。直到2004年，日本科学家终于在深海首次拍到了活体大王乌贼的清晰身影。随后，更绝望的证据来了。科学家在海洋霸主抹香鲸的胃里多次发现了无法消化的巨型乌贼残骸。经过计算机等比例推算，这些在深海展开殊死搏斗的无冕之王，体长至少在15到18米以上。2006年，人类终于捕捉到了这个神话巨怪捕食的罕见影像。当时，水下摄影师斯科特正在研究一种红宝鱿鱼，他在鱿鱼的肉鳍上安装了一枚微型摄像头后将其放生。
当鱿鱼下潜到350米的黑暗深处时，惊悚的一幕发生了，一个恐怖的巨型身影毫无预兆地破空而来，无数带着倒刺的巨大触手和尖锐如鹰嘴的巨喙瞬间死死吸满了整个镜头，目测体长超过10米。但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这只大王乌贼似乎拥有极高的智慧，它并不是在捕食，而是明显有意识地在攻击摄像头。它仿佛看穿了人类的把戏，正在试图帮那条受伤的红宝鱿鱼解除身上的束缚。这种超越本能的好奇心与同情心，无一不在证明，在这片无光之海里，正生存着一种高度聪明的深海高阶物种。直到2012年，一个日本顶级科研团队在630米的海底，终于拍到了大王乌贼最震撼的深海狂舞。那是一只身长超过3米的超级巨怪，虽然它缺失了2条最长的捕食触腕，但研究人员推测，完整状态下它的总长度可达7到8米。它在探照灯下缓缓游动，2颗犹如磨盘般大小的巨型眼睛冷冷地看过来，直接注视着屏幕前的人类。然而，深海的危机从来不只有巨兽。当犬牙鱼的诱饵还在深海中散发着血腥味时，深潜器的电量却开始疯狂报警，不得不即刻返航。就在深潜器熄灭灯光，在绝对的黑暗中孤独上浮时，旁边辅助潜艇的对讲机里突然传出了惊恐的尖叫：有东西在靠近，快开灯，立刻开灯！刹那间，2束强光交错，一个巨大的阴影在潜艇擦肩而过的地方一闪而逝。很遗憾，它不是大王乌贼，而是一条同样巨大的柯达乌贼。电量耗尽，警报大作。在距离传说中的终极巨怪只有1步之遥的生死关头，科考队不得不含恨扔下诱饵，狼狈地逃回海面。就在深潜器快要冲破水面的瞬间，探照灯里突然亮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点，那不是泥沙，而是铺天盖地的南极磷虾。这群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底层生物，其实是地球进化史上最大的降维 bug。在冰冷的南极海域隐藏着整整400万亿只磷虾，它们的总重量高达5亿吨。这是什么概念？全地球几十亿人类加起来，总重量也不过 3.5 亿吨，它们才是这颗星球表面上真正的统治者。随着深潜器继续上升，舷窗外的磷虾浪潮已经变成了一场席卷海洋的暴风雪。而此时，专家却关掉了所有的探照灯。一片漆黑中，神奇的科学神迹发生了。舷窗外亮起了绵延无尽的幽蓝色荧光。磷虾虽然叫虾，但它们其实是自带生物发电系统的深海微型发光体。它们在海面产下数以万计的卵，这些卵会瞬间坠落到3000米深的极寒海底孵化，然后再从无底深渊中源源不断地涌向海面。正是这片逆天的蓝色荧光，独自养活了整个南极生态，更养活了地球上最大的2种神话造物——蓝鲸与座头鲸。虽然这次深潜没能捕捉到未知的深海巨兽，但专家在科考船上向记者揭露了一个更加细思极恐的南极终极奇观。科学家惊奇地发现，在南极数千米厚的致命冰盖下方，竟然诡异地隐藏着400多个巨大的冰下湖。其中最恐怖的无冕之王就静静地躺在俄罗斯东方站的正下方，东方湖。它长250公里，宽50公里，深度达到了惊人的1200米。它不仅拥有自己独立的潮汐现象，更可怕的是，这片巨大的水体在至少42万年前就被地表彻底冰封了。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深海巨人症4大禁忌要素吗？低温、高氧、食物匮乏、进化孤岛。东方湖不仅全部满足，甚至将其推向了极端的巅峰。42万年来，它被压在4000米厚的冰盖下，在近乎毁灭性的超高压下，这里的湖水含氧量比普通湖水高出了整整50倍，达到了不可思议的300毫克每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含有21%的氧气，换算过来差不多也是310毫克每升。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小心掉进了东方湖，只要你的肺部力量足够强，你甚至可以直接把这里的湖水当成空气来呼吸。那么，在这个连地表太阳都无法直射的冰封地狱里，如果真的存在某些不可名状的史前巨兽，它们靠吃什么活下来？科学家发现，东方湖的湖底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地下热源，它就像海底的黑烟囱一样，充当了这片黑暗世界的太阳。热源释放的化学能疯狂滋养着一种生命力极其变态的生物——卤虾。
它们靠喝充满各种剧毒化学物质的卤水生存，9天就能无性繁殖一代。在地下热能的滋养下，数以亿计的微小生命经过42万年的繁衍，形成了一座隐藏于黑暗深处的生命粮仓。而在这片不为人知的地下世界里，它们正在维系着一些体型庞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史前巨物。这些恐怖的猜想有被证实过吗？接下来这个故事可能会让你后背发凉。上世纪60年代，前苏联科学家通过卫星照片，一眼就看穿了南极冰盖下的东方湖。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东方站，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地下钻探。1970年代952米，1980年代2202米，直到1996年，钻头一路疯狂升级，硬生生凿穿到了3623米的未知地层。在这里，科学家挖出了含有远古细菌 DNA 的鸡西冰。然而，就在1999年，当钻头距离东方湖水面仅仅剩下最后几十米，甚至已经能感受到湖水温度的绝对关键时刻，俄国科学家却突然下达了一道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死命令：停止钻探。他们甚至连夜往钻孔里灌入了整整60吨煤油，用来防止结冰，然后将整个钻孔彻底封死。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是挖到了传说中的史前巨兽，还是检测到了足以毁灭全人类的远古未知病毒？官方的解释是，担心钻头上的现代微生物污染了这片保持了42万年纯净的远古生态，他们需要研制一种新型的防污染热钻头。这一研究就是整整10几年，直到2012年，也就是那个传说中世界末日传言最凶的那几天，科学家重新启动了钻头，强行凿穿了最后几十米。可意外还是发生了，在冰层被贯穿的一瞬间，积压了42万年的恐怖高压让远古的湖水像摇晃过的汽水一样，化作一道巨大的水柱，瞬间喷射出几百米高。2015年，当这份尘封的报告终于向全世界公开时，里面的数据让全球科学界彻底失语。科学家在这份喷涌而出的远古湖水中提取出了3507个基因序列，其中有2种基因序列在人类现有的全部基因库里完全找不到任何匹配，它们属于地表从未存在过的彻头彻尾的未知生物。报告里只留下了一句冰冷的话：东方湖中存在着由复杂软体动物构成的庞大未知生态网。而在这份报告发表之后，俄国科学家便宣布永久封印了那个钻孔，并无限期终止了所有关于东方湖的钻探计划。后来，美国和英国的团队也分别在南极钻透了各自的冰下湖，放下了水下机器人，并在几千米的冰底拍到了鲜红色的怪虾和未知的盲眼鱿鱼。这也最终证实了一件事：南极那暗无天日的冰面下方，确实是一个独立演化了几十万年的外星世界。而那个被永久封印的东方湖深处，或许那只演化了42万年的终极巨物，此时此刻正在那片可以直接呼吸的剧毒湖水里，冷冷地注视着头顶上这片厚厚的冰层。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小哥，今晚早点睡，我们下期再见。